运球就快按 Coach 路，战术就学 Coach 路。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路，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3分52中28，全场34次助攻，3分命中率 53.8%， 甚至超过了2分球 53.3%。哪怕你仅看这些数据，也能看出这是一场勇士标志性的胜利。在面对上赛季将自己送出附加赛的萨克拉门托国王时，勇士队在前一场比赛中依靠边缘替补的幸运绝杀获胜，而此次则以更为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比赛，同时向外界展示了他们在新赛季中的强大竞争力。这场比赛无疑是勇士球迷所期待的胜利，两队对此次对决均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勇士队的首发阵容为库里、波杰姆斯基、库明加、追梦和鲁尼，维金斯仍然缺阵，而国王队则在赫尔特缺阵的情况下，依靠今年休赛期的重要演员德罗赞与福克斯、萨博尼斯、基甘穆雷和基恩·艾利斯组成首发。这很可能是国王新赛季的主力阵容。去年在巴恩斯的基础上升级为德罗赞，而在去年的附加赛中以出色防守著称的爱丽丝，也极有可能凭借其防守能力取代射手赫尔特，成为新赛季的首发球员。比赛开始后，国王队率先发力，德罗赞的单打能力在勇士队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连续命中中投，使得勇士不得不收缩防线，给了国王队其他球员更多的空位投篮机会。萨博尼斯、福克斯和穆雷等人也纷纷得分。前5分钟，国王以14-10领先，迫使勇士叫出了第一次暂停。尽管勇士队在防守上未能有效遏制对方的攻势，但在进攻端，库里与波杰姆斯基共同出战的双控后场依然创造了许多机会。暂停过后，国王队虽然攻势如潮，但库里连续命中2记3分球，一人打出8-0的攻势，帮助勇士追平了比分。然而，国王在小萨博尼斯的带领下，依旧与勇士不相上下。替补球员 TJD 替换鲁尼上场后，他在内线的表现非常出色，使得比赛逐渐演变成一场对攻大战，双方都难以防守住对方的进攻。勇士队的转折点出现在替补阵容的登场，里凯尔、希尔德、梅尔顿和穆迪的加入，加上 TJD 组成了勇士的第2套阵容。这5套球员的实力均有可能在新赛季成为首发，而他们一起上场后，确实给国王的轮换阵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梅尔顿和希尔德的3分球使勇士将比分拉开至29-22。尽管国王的最佳第6人蒙克也有所回应，但勇士替补阵容的火力丝毫不逊于国王。首节结束时以31-27领先。第2节开始，科尔再次进行阵容调整，小佩顿替下鲁尼，与其他首发球员一起登场。这一更具空间性的阵容虽然高度有所下降，却让勇士的进攻变得更加疯狂。库里继续发威，再次命中3分，甚至连追梦都铁树开花了，也在场上投中了1记3分。国王队这边，德罗赞手感火热，本场比赛6投6中，包括1记3分，斩获15分，双方的比分再次陷入焦灼。随着两队的阵容轮换，比赛变得愈发激烈，局面逐渐演化为国王通过强攻内线和中投与勇士的3分球进行对轰。蒙克、穆雷和福克斯等人依靠个人能力不断突破勇士的防线，而勇士的3分火力同样令人敬畏。刚刚加盟的克莱替身巴蒂希尔德展现出可怕的3分能力，在半场结束前连续命中远投，单节拿下8分，半场累计16分，成为勇士队最具威胁的得分点。然而，国王队并不甘示弱，依旧找到了克制勇士的密码。福克斯的突破上篮，小萨博尼斯的中投，以及爱丽丝在最后时刻的抢断，使得国王在半场结束时仍以68-66领先。这场比赛的竞争愈发激烈，双方都在为胜利而拼搏。下半场开始时，勇士队的库里和追梦以及国王队的整套首发加上蒙克都没有再出场。上半场双方以常规赛的节奏展开了24分钟的激烈对攻，令人感到非常过瘾。尽管仍处于落后，勇士全队展现出的比赛能量和新援们的表现足以振奋人心。半场比赛中，勇士队已经成功命中15记3分，尤其是新援梅尔顿和希尔德的表现更是令人惊艳。当双方都摆出替补阵容时，勇士的优势愈发明显。今夏为了留下2人，即便马尔卡宁都被勇士管理层放弃的波杰姆斯基和库明加，以及同样进入职业生涯第4年的摩西穆迪，在国王的边缘替补面前都展现出了自己在休赛期的训练成果。勇士将上半场的3分手感成功延续到第3节，以一波18-5的攻击潮直接反超了比分。而国王队这边只能依靠有限的内线优势苦苦得分。第3节被勇士队打出了34-23的单节比分，勇士又投中了9个3分球。进入第4节，即便换上了桑托斯、斯潘塞等边缘球员，勇士依旧牢牢掌控着比赛局势，最终以122-112战胜对手，成功取得季前赛2连胜。
在这场比赛中，勇士队全队送出了34个助攻，轰下了122分，三分球52投28中，命中率高达53.8%。在训练营开始时，史蒂夫·科尔提出的一个核心要求是，全队必须大量增加三分球的出手次数。虽然看似简单的一句话，但他特别点名了3名球员：波杰姆斯基、库明加和梅尔顿。今天这3人合计投中了10个三分球。对于常看球的朋友们来说， NBA 新赛季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性和逻辑。常规赛是遭遇战，侧重于阵容深度和赛前准备细节；季后赛则是对位战，关注点对点的优势和临场调整；而季前赛呢，季前赛则是摸底战，旨在观察新援的适应程度和团队战术的实施。具体到本场比赛，我们可以深入剖析一下，国王队的德罗赞是休赛期最大的补强，成为了头号观察对手。他在比赛中用3分钟的时间就做出了精彩的表现，3次出手全部命中，都是符合国王战术体系的高效进攻。勇士队看局稍显生涩，主要依靠波杰姆斯基、追梦和库里的联动来维持进攻。如果比赛在此时结束，国王3分钟验货成功，而勇士仍在使用上赛季的熟悉套路，显得平淡无奇。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节结束前4分52秒，希尔德替下波杰姆斯基，不到90秒后，他在右侧45度接到里卡尔的传球，稍作调整后命中3分。这一刻，比赛的画风开始发生真正的改变。36岁的库里开场状态良好，这一点我毫不惊讶。在调节比赛节奏方面，他一直是联盟的佼佼者。年轻的库明加也在努力融入攻防两端，我心里并没有什么波澜，因为他在夏天专注于训练这些。那么什么才是惊喜？你知道有个人做得很好，后来他加入了你最熟悉的球队之一，而你终于发现他竟然可以做得如此出色。希尔德在确定加盟勇士后，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内心的兴奋。没有什么事情比和斯蒂芬·库里一起打球能让我更激动。我终于来到了一个能够最大限度释放我能力的团队。他的能力就在于能够命中3分球，以各种我们能想到又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得分。接球调整投、干拔硬解投、无球绕掩护投、横撤步持球投。如果你问我哪些人对这些关键词最熟悉，答案显而易见，勇士和库里的球迷们。在这场比赛中，希尔德的表现可谓惊艳，他在19分钟内9投8中，三分球7投6中，拿下22分，这样的成绩单绝对不逊于任何新成员。国王队得到的德罗赞可谓得其所在，而勇士队也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摸底，了解了新援们的潜力。然而除了希尔德的精彩表现之外，勇士队还有更多潜力巨大的球员。虽然希尔德是一个大惊喜，但他很可能不是新赛季影响最深远的引援，而值得关注的人选是安东尼·梅尔顿。梅尔顿在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他不仅能够对对方球员施加压力，积极执行换防，还能在进攻端成为标准空间点，利用3分球惩罚对手。随队记者安东尼·斯莱特赛后承认，梅尔顿是一位攻防两端都能产生正向作用的球员，他的表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甚至有人建议，假如教练不那么执着，他应该立刻让梅尔顿进入首发。球员何时成为首发，当然取决于团队的需求和战术的安排。但在新赛季的勇士队中，乔纳森·库明加在投射方面的进步，摩西·穆迪在防守端的积极和果断，梅尔顿的执着与投入，以及希尔德的投射能力，都让球队的轮换深度和战术灵活性得到了极大提升。勇士队的新阵容不仅仅是单纯的人员更替，而是围绕着球队整体战略进行深度调整，旨在提升攻防两端的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尔顿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存在，他在新赛季中的表现值得期待。虽然这只是一场季前赛，但其中蕴含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即使勇士在上半场主力轮换对决中以66比68落后，但最终的胜利揭示了这支球队深藏的潜力和未来的可能性。这场比赛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勇士阵容的更新换代，还展示了这支球队在攻防两端的巨大提升。休赛期的操作无疑是精妙的决策，球队管理层将克莱·汤普森和克里斯·保罗这两位经验丰富但年龄偏大的老汽油车换成了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利凯尔、巴蒂希尔德和安东尼·梅尔顿这3位新能源汽车。他们不仅增强了阵容的深度，还注入了新鲜的能量与速度。这3位球员的加入进一步提升了勇士的整体竞争力，使得球队阵容变得更加灵活和均衡。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他们都可以为球队带来更大的帮助。而年轻球员们的成长则是另一个亮点。波杰姆斯基、乔纳森·库明加、摩西·穆迪等球员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不仅有机会进入轮换阵容，甚至具备争夺首发位置的潜力。库明加和穆迪经过这几年的磨练，已经展现出了稳定性和攻防两端的影响力，而波杰姆斯基的球场视野和投篮能力，也让人期待他的未来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困扰勇士的更衣室问题，尤其是维尔克莱·汤普森首发位置的争议，常常成为团队内的潜在压力。而今年，史蒂夫·科尔终于有机会通过更平衡且持久的阵容进行新老交替，不再让单一球员的位置问题成为团队发展的桎梏。新赛季的勇士依靠这样的阵容配置，必将会在攻防两端展现出更为全面的实力。同时，这支勇士可能还不是完全体，维金斯依然缺阵，而今年他不过刚刚29岁，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回想21至22赛季，维金斯在勇士夺冠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的攻防转换、篮板球以及防守能力在那一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论他能否恢复到当年的巅峰状态，他的能力无疑是勇士阵容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勇士决定在交易市场上有所作为，维金斯的2630万年薪，再加上小加里佩顿913万和凯文鲁尼800万的合同，完全可以配平一名全明星级别的现役球员。更别提勇士还拥有宝贵的首轮选秀权以及大量年轻的潜力球员作为交易筹码。虽然他们未能成功追逐劳里马尔卡宁，但联盟中仍有不少潜在的目标，比如吉米巴特勒、布兰登·英格拉姆或者芝加哥公牛的扎克拉文，这些球员都有可能成为勇士的补强目标，进一步提升球队的竞争力。总的来说，勇士目前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他们既可以选择耐心培养现有的年轻阵容，慢慢打磨队内的默契和化学反应，确保斯蒂芬·库里在新赛季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和更加优质的支援，也可以随时准备在合适的时机打包筹码，去追逐联盟中有交易意向的顶级球星。无论选择哪种路径，勇士的未来都充满了可能性，甚至只需一笔大交易，勇士便有望迅速重返联盟顶流的行列，重新站在争冠的前沿。最后，我想跟各位球迷说的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主队支持者，如果你能从一场季前赛中捕捉到希望和未来的曙光，那是一种难得的幸运。而且你在比赛中看到的积极信号越多，就越能证明一点：这支全新的勇士队具备在不同节点上带来不同于上赛季的动能与希望。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长球。